皇帝下榻相府，酒后对长姐起了意，与她一夜风流，却不曾想提起裤子的皇帝却翻脸不认账。皇上弃驾回宫了。那娇儿的名分呢？是封才人还是贵人？哪怕是个答应。皇上翻脸不认账，不仅没给娇儿名分，还降下旨意，将长女指婚给9000岁汪相。汪相，那个权倾朝野、手段残暴的太监总管，皇上这是酒后咽气，竟将姐姐随手赐给了一个没根的残缺之人。娘，我不嫁那个剥皮的死太监，他会弄死我的，他一定会弄死我的。爹，你救救我，你去救救皇上啊！娇儿，我的心肝肉，那是圣旨啊，我也只是要满门抄斩的，让妹妹替我嫁。我们是双生女，外人根本分不清。娘，你说不答应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一根柱子上！胡闹，这是欺君！娇儿莫冲动，娘想办法，娘想办法。姐姐，你要我替你嫁给那个太监？至思，你自小就心大，你从不在意旁人的眼光，就算嫁给9000岁，你也不会像你姐姐这般整日忧思伤神。你最是合适。对，我是个心小的女人，受不得半些流言蜚语，我根本比不得你这般皮实。传闻汪相是个活生生的变态，为达成目的，什么事都干得出去。皇帝说什么他做什么，外人私下都叫他玉犬，并且从不近女色。没人知道他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。说话呀，知思！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活了！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！哎呀，娇儿不要啊！知交，你糊涂啊！你这是要逼死全家吗？知思，娘求你了，要是你姐姐出了事，娘也不活了。我嫁就是。听说了吗？那是相府的嫡长女，相爷为了权势，竟然真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那个玉犬。那汪相心狠手辣，连六王爷都给剥了皮，这相府千金嫁过去，怕是不到新婚夜就得吓死。皇帝的滋味如何呀，我的爱妻？这我哪知道啊？我听说相府大小姐平日是个活泼爱笑的，怎么今日这般沉默？她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？这就是那个杀人如麻的汪相，这样一张悲悯的脸，怎么可能和那些骇人听闻的狠事联系在一起？林大小姐，怎么盯着本官不出声？是被吓着了？与这样一个大美人朝夕相处，哪怕真的要死，岂不也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？夫君，你真美。美？林大小姐莫不是吓糊涂了？满京城的人提起本官，只会说心狠手辣、冷酷无情。你不怕我？这些虚名假象，何须挂齿？今日是我与夫君的大喜之日，夫君既然进了这房，便是我此生的依靠。夫君为了婚礼也劳累了一整天，妾身服侍您歇息吧。不必，本官不喜人强颜欢笑。这洞房你一人守着便是，本官去书房睡。走了？美人就这样走了？放开！不放！夫君请留步。我这人打小有个坏习惯，府里上下都知道的。我认床，更认人。夜里必须得搂着个活人睡觉，不然定会惊面缠身，整夜睡不着觉。这肌肉硬得像石头。传闻太监身弱阴虚，可这汪相的身板分明比那些整日只知遛鸟斗鸡的纨绔公子还要强健。若他是个完整的男人，这京城里的贵女怕是要为了他争得头破血流吧。林大小姐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妾身知道，可妾身方才说了，我这人命薄，夜里离不得活人。夫君若是不信，
大可现在就去还我的陪嫁丫鬟冉秋进来问话。我在相府闺房里，冉秋每晚都得充当我的人形抱枕。我从小抱到大，若是哪晚她不在，我非得惊起一身冷汗。爸，既然林大小姐有此怪癖，我陪你睡便是。我从未想过，香啊！在这充满阴谋和血腥的人生里，新婚夜竟会是如此荒谬又平静的结局。冉秋，这是做什么？夫人，您终于醒了。这些啊，全是老爷清晨出门前特意吩咐管家送来的。老爷说了，夫人初入府邸，这屋子里布置的虽然华贵，却还是怕夫人看久了闷得慌，特意拿这些宝石珠光给夫人养养眼。拿这些东西养眼。我记得去年姐姐过生辰，爹娘翻遍了内库，才寻得一根点翠嵌珠发簪送给她。姐姐高兴地在园子里炫耀了整整3天。那根簪子上的主珠还没我手里的这颗边角料大。夫人，奴婢也觉得这9000岁府真是个福地。方才奴婢去后厨瞧了，那起居用度比相府可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关键是这府里除了老爷，就只有夫人一位主子。奴婢竟刚才听管事的说，老爷不曾有妾室，外头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亲戚关系。上无难伺候的公公大婆，下无争宠算计的庶子庶女，没有妯娌之间的唇枪舌剑，更没有爹娘那偏心到极致的眼光。冉秋，你说的对，这桩替金我怕是赚翻了。这料子，我记得去年宫里进贡，荣贵妃也才分得3匹，夫君竟一口气送来10几匹。夫人有所不知，9000岁爷说了，只要是这世上最好的，就都得送到夫人跟前。若是这衣料衬不出夫人的气韵，便是咱们这些人的罪过。夫人，奴婢瞧着，老爷这是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给您。您瞧这些吃穿用度，哪样不是按着王妃甚至宫里娘娘的规格来的？那边是怎么了？那是东院的方向。不过是嫌那几间旧屋碍眼，挡了夫人的景。听说你爱竹，我便差人将东院那些没用的屋子全拆了。我已经命人从南疆运来了上好的紫竹，过2日就能栽下。假以时日，那就是一片竹海。到那时，我陪夫人在林中弹琴饮酒，可好？夫君，东院那是主院之一，说拆就拆了，这是不是有些太兴师动众，也太劳民伤财了些？夫君这样疼我，倒叫我有些心虚了。这有什么可心虚的？只要至交开心，我就开心。造一片竹林而已，我给工匠的工钱是市价的2倍，没人会怨言。我只想让你觉得嫁进这府里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夫君待我自然是极好的。至交，他在换灵之交。若想留住如今拥有的一切，这些珠宝，这片竹林，甚至是这个男人的温柔，从今往后，我只能是灵之交。对了，再过些日子，我要在府里办一场家宴。夫君终于舍得让贵客进府了。这次请的都是朝中重臣，左侍郎、右副都御史、镇北大将军，还有5公主和驸马。这不仅是家宴，更是你的亮相。走，随我去书房，那儿有这些人的画像。看画像做什么？你得记住他们的脸，每个人背后的势力、性格，甚至是私下的忌讳，我都会讲给你听。记住，到时候可千万别喊错人。至交，你瞧这左侍郎，看起来是个老实敦厚的人，可他手底下的那支笔，却能定下每年数百万两银子的流向。还有这位
镇北大将军。他手里握着的是京郊3万大军的军权。太子之位空悬，7皇子有容太后相助，3皇子有皇后撑腰，两派争斗已至白热化，咱们林家必须守住中立。左侍郎、右副都御史、将军，夫君，这些人全都是容贵妃的人吧？聪明，不愧是相府出来的嫡女。这大名鼎鼎的9000岁是7皇子党。记住这些人的脸，在这府里，你是女主人，出了这大门，你就是我汪相在政治上的另一双眼睛。若有人敢轻慢你，你只需记住，你身后站着的人是谁。相府大小姐能嫁给汪大人，当真是皇恩高堂。只是不知林丞相可还习惯这突如其来的新身份？君恩浩荡，这御赐的妻自然是极好的。相府与本官如今是一家人，不谈习惯，只谈忠诚。诸位，你们可知前些日子我去养心殿议事，恰好碰见了一桩趣事。哦，驸马爷快讲，可是有什么乐子？恰好听见那位号称温文尔雅的3皇子正被陛下骂得狗血淋头，那声音连门外的石狮子都能震碎了。哦，3皇子那是皇后的心头肉，一向稳重，他为何无端挨骂？这3皇子平日里装得跟个圣人似的，满口仁义道德，结果呢？你们猜他在外面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勾当？哦，驸马爷快讲，这席间又没外人，谁还能去告密不成？他啊，心思根本不在正途上，整日流连风月之地不说，仗着自己的身份，在外也越发没了规矩，行事张扬得很。这事儿在京城早就传开了，底下的人怨声载道，朝中也有大臣递了折子。皇上得知后，当场就动了怒，说他丢了皇家的体面，将他禁足在了宫里。不过是流连风月，怎会让皇上动这么大的气，还闹到禁足的地步？皇宫里的事情可比你想的复杂，人多眼杂，这里不便细说。你若是好奇，等宴席散了回房，我再慢慢跟你说。不会苍老，何去轮回路走几遭？夫君，今日驸马说的3皇子，他在外行事，当真那般过分，才惹得皇上动怒，将他禁足吗？他仗着自己的身份，向来肆无忌惮，风月之地只是其一，在外更是没了约束，做了不少出格的事，就连朝中一些官员都曾被他刁难，更别说寻常百姓了。只是这事牵扯甚多，不便大肆宣扬。没想到他竟是这般模样，身为皇子竟如此不顾体面，也难怪皇上会动这么大的气。芷娇，你嫁与我，心底里可曾有过后悔？当真？哪怕是一瞬间，一点点都没有过吗？你明明可以嫁给寻常官宦家做正妻，子孙满堂。起初是有一点后悔吧，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了。我自幼在相府，最怕听到的就是产婆的话。女人生娃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，管你是平民妻还是皇室妃，生死面前全都一样。我听着那些血淋淋的故事，便想，若是这辈子都不必遭那份罪，倒也是福报。嫁给夫君，不仅不用忍受那等蚀骨之痛，还能得夫君如此照拂。夫君觉得我为何要后悔？我知道你的难处，也清楚我们的处境和寻常夫妻不同，这意味着这辈子我都不会有孩子，更不会因为生育而面临死亡的威胁。夫君，这对我来说是老天爷给的一条生路。生路？你竟觉得跟着我这种有缺憾的人是生路？那是什么？他为何这般紧张？
我不会强迫你。你若觉得不妥或者不愿，本官现在就去书房，绝不饶你。我愿意。夫君，芷娇，我的爱妻。夫君，芷娇，夫君，你今日不去宫里？林芷娇，本官记得，陛下当日微服私访，曾在相府留宿，亲自召你侍寝。全京城都知道你已成隆恩，可你告诉本官，这帕子上的袁红又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你还是处子之身？夫君呀，你这一大清早的，怎么跟审贼似的？哼！昨夜许是下手没个轻重，才出了这许多血。夫人，快瞧瞧，这些全是老爷刚才特意派人送过来的。夫人，这是老爷派人从北境寻来的白狐球，说是冬寒料教，给夫人暖身子用的。这是老爷从宫里刚得的夜明珠，老爷说了，夫人夜里若是怕黑，便搁在床头养眼。夫人，这不是梅妃娘娘同款的碧玉簪吗？听说那是异国进贡的孤品，老爷竟然也为您求了来。这一夜春宵换来的赏赐，竟比相府10年的开销还要多。他这是在弥补昨夜的过失。娇儿，这云缎最衬你的肤色，拿去做那身水袖裙，定能惊艳全城。娘，我也喜欢那云缎。你姐姐是要出席王府宴席的，得体面。你性子静，这轻绸耐穿，给你做2件家常的便是。是智思这孩子毛手毛脚的，闯了祸还不敢认。孽障，滚去祠堂跪着！表面一碗水端平，背地里却偏心的没边儿。连嫁人这种火坑都要拿我来填。倘若汪相真是个杀人剥皮的疯子，我现在怕是早已成了一具枯骨。可他待我……这竹林静谧，倒是练琴的好去处。夫人，说了多少次了，慢慢说，何事？夫人，奴婢刚才在角门听见相府那边传来的信儿，相府2小姐要出阁了。你说谁？她要出阁。京城之中，哪位公子敢在这个时候接相府的盘？是三皇子殿下，听闻是三皇子亲自求了圣旨，主动求娶。三皇子，那个流连风月之地欺压百姓的混世天谋。正是。2小姐还托人带了话，说是感念长姐恩德，希望夫人能回相府亲手送她出嫁。父亲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三皇子与七皇子夺嫡以至水火，汪相是七皇子党，如今相府又把另一个女儿送进三皇子府，父亲这是想让林家在2头都占着位子，哪怕将来一方败态，林家也能保住荣华。权宜之计也罢，自出嫁那日起，我便没回过娘家，有些旧账是该回去算算了。冉秋，你派人说一声，就说夫人想家了，让她午后为我备车，要那辆最宽敞的，多带些侍卫。9000岁夫人到。姐姐别哭了，我好不容易回娘家一趟，你这般哭天泣地的，是做给谁看？芷思，你这孩子怎么这般冷硬？你别怨你姐姐哭，那三皇子是个什么样的主子？是个混世魔王。你姐姐那样娇弱的人，嫁过去定会吃尽苦头。她哪像你这般命好，嫁进了9000岁府，
没公婆要伺候，也没侧室争宠，汪相还把你捧在手心里，你救救你姐姐吧！我命好。娘，您再说一遍，谁命好？当初指婚旨意下来时，是谁哭着喊着说汪相是梅根的残废，是杀人不眨眼的变态？当初是谁拿命逼着我替姐姐跳进那个深渊？倘若汪相真是个心狠手辣、喜怒无常的变态，我现在恐怕早已成了一具枯骨，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听您说废话吗？那不是汪相待你好吗？那是汪相人好，不是你们心善。如今看我过得舒心了，便说我命好。当初送我去死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说我命好？你如今倒是过得风光，你瞧瞧你，哪还有半分当初替嫁时的窘迫？姐姐想说什么？你如今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替我嫁给9000岁，原以为是入地狱，谁知竟是掉进了福窝。你整日披金戴玉，夫妻琴瑟和鸣，谁不知汪相的阎王爷竟然是个痴情种，爱妻如命，还专门为你造了那牢舍的竹林。是啊，智思，你姐姐如今要去的可是三皇子府，那是真正的虎狼之地。你既然受了汪相这么大的恩，又享了你姐姐给的荣华富贵，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姐姐？是啊，我是风光。可姐姐是不是忘了，当初圣旨下来，全家要送我去死的时候，是谁在大厅里哭天抢地？是谁说汪相是梅根的怪物，是杀人的魔头？从小到大，好吃的你先挑，好穿的你先选，闯了祸我来背，挨了打我来受，连嫁人我都是在捡你不要的东西，包括这个丈夫。既然姐姐觉得三皇子府受委屈，那当初皇上微服私堂时，你若不那般费尽心计爬床，又怎会有今日的苦果？好一个捡我不要的东西！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后悔了。既然你说是在捡我不要的东西，那我现在要把它要回来。我不嫁三皇子！二小姐，您疯了吗？你如果不答应，我现在就出门去顺天府，去宫门口，把咱们替嫁的丑事抖了个底儿泡。林之思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到时候我若活不成，我也要拉着你，拉着全家老小，拉着父亲的官位和林家的名声，一起给我陪葬。反正三皇子是个变态，我嫁过去也是死，不如大家一起死。好啊，你去告，你去宫门口喊。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有你们拿捏的小丫头吗？我若出事，汪相会坐视不管。到时候只怕你还没走到宫门口，就会被汪相那些人皮筒子给活活吓死，鱼死网破。你配吗？祖母，您怎么出来了？祖母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智思啊，祖母知道这事儿对不住你，可你姐姐那个性子，她是说得出做不出的。她若真豁出去了，咱们林家满门都要落得跟当年六王府一样的下场啊！死丫头，父亲这辈子没求过人，今日父亲不跪当今圣上，只跪我的亲生女儿。相府上下100余口人的性命，全在你这一点头之间。智思，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你就当是救救你姐姐，也救救你老娘这条的命吧！都起来！有什么话不能站着说？你们这样是要逼死我吗？智思，你就应了吧！你现在是9000岁夫人，汪相疼你如命，你回去吹吹枕边风，替嫁的事他定会为你遮掩。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我林之交在这儿发誓，我愿衔环结草，下辈子为你当牛做马。下辈子，林之交，你算盘打得真响啊！这辈子的债你还没还清，就开始用下辈子的虚无缥缈给我画大饼了？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3言2语就能被你哄去送命的傻子吗？死丫头，祖母给你磕头了，你就应了吧。死丫头，你难道真的要看着咱们林家重蹈当年六王府的覆辙吗？剥皮宣草，鸡犬不留，祖母活够了。可你爹，你那些无辜的堂兄弟，他们何罪之有啊？难道我就有罪吗？可你爹，我替姐姐嫁给一个太监，我在这9000岁府如履薄冰的时候，谁想过我有没有罪？祖母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昏过去了！快请大夫，请太医！祖母都昏过去了，你们还跪在这里做什么？快起来去看看祖母啊！你不点头，我便跪死在这里，去陪你祖母。娘，您起来啊！您平日常说最疼女儿，您就是这样疼女儿的吗？智思，你就帮帮你姐姐吧，帮她最后一次。智思，
酸姐姐求你最后一次，你给我换回来吧。你自小就跟我不同，我是个吃不了苦的人，我受不了委屈，我也挨不得打，我是个没用的小心眼。可你不一样啊，你打小就性子好，什么都想得开，什么委屈都能往肚里咽。你这样想得开的人，在哪儿都能活下去。可我要是嫁给三皇子，我真的会死的。凭什么？林芷娇，你告诉我凭什么？就凭我想得开，我就得活该承受你们所有人施加给我的痛苦；就凭我想得开，我就得去替你受那个变态三皇子的折辱。你还在那儿废什么话？你这种人生来就是为了给我铺路的。林芷娇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被你们逼疯的。林之思，你马上给我去内室换上这身嫁衣，不然我立刻就让这个贱族身首异处。夫人，不要管我，奴婢贱命一条，奴婢陪着您长大，看够了您受的委屈。您嫁了9000岁，那是老天爷开了眼，好不容易过了几天舒心日子，大小姐她凭什么？她怎么还有脸来抢您的东西？闭嘴！你一个下人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去不去？我数3声，3声之后我就割断他的喉咙。芷思，你就依了他吧，别再闹出人命了。好，我换，这就对了嘛。好妹妹，你最是大度了，对不对？妹妹，这湖头真暖和，汪相的东西果然是极品。芷思，娘和你爹这辈子都记得你的大恩，你救了相府，救了你姐姐。去吧，三皇子府虽深，但你聪慧，相府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后盾？父亲，当你们全家跪在我面前的时候，这个盾就已经把我扎得千疮百孔了。夫人，冉秋，好好活着。打劫！叫他停下！谁敢打劫皇子喜轿？醒了，林家二小姐，这觉睡得可还安稳。林之思，呵呵，你姐姐那个小娼妇，当真是让本皇子开了眼。她先是处心积虑追求本皇子，转过头却爬了皇上的龙床，最后又成了那个死太监的女人。呵呵，你们相府的女儿没有一个好东西。这场婚礼前的打劫，只怕是三皇子一手策划的复仇。哑巴了。殿下，小女有一事相告。说，看你这嘴里还能吐出什么新鲜的瞎话？殿下，当年嫁给9000岁的相府小姐，并不是姐姐。你说什么？你才是汪相的正妻？是，姐姐林芷娇因为畏惧汪相的恶名，更舍不得京城的繁华，所以逼我替嫁。有趣，实在太有趣了。这么说来，本皇子今天不是抢了一个落魄的相府庶女，而是抢了那位9000岁心尖上的人。殿下既然与林家有旧仇，大可去找始作俑者。若是动了我，汪相那种性子，殿下想必比我更清楚。他若发了疯，恐怕这京城的天都要变上一变。有趣，汪相那条玉犬在朝堂上撕咬起百官来，连骨头都不露。本皇子倒真想知道，他要是知道自己守了1年的心头肉其实是个冒牌货，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护着你？殿下错了，汪相聪明绝顶，你以为他真的分不出两姐妹的区别？他要的是对他真心的妻，而不是那个一心攀龙附凤的长姐。殿下今日动了我，汪相的怒火，您这皇子府未必承载不起。本皇子只是在好奇，你为了一个没根的太监守身如玉整整1年，汪相那烟货拿什么宠你？你尝过真正的男人滋味吗？畜生！你敢咬我！狗太监的女人，竟然也养得像条疯狗，还敢咬人！林之思，别挑战本皇子的耐心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。你现在名义上是我的皇子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给我生个孩子，你的事情我既往不咎。什么意思？你宁愿跟着那个残废，也不愿跟着本皇子？汪相虽然身有残缺，心却是热的。殿下，你身为皇子，心却是烂的，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做梦！不过是个区区小女子，竟然也敢反抗本皇子！
你以为本皇子不敢动你？林芷思，我最看不惯你这种女人。只要你现在肯跪下求我，肯主动服个软，本皇子兴许还能饶你一命。殿下，只有这点本事了吗？好一个硬骨头！你们这些世家贵女，最看重颜面与名节。今日我若执意折辱于你，你说，王相还会一如既往护着你，珍视他吗？我要让你永远记住今日，让你这辈子都忘不了今日我给你的屈辱，磨掉你这身傲骨。来人，去银针烈酒上来！躲什么？你姐姐心心念念讨好本皇子，你却处处抵触。今日这般也算你的机缘。住手！疼，夫君，别动，伤口还没结痂。王相好温柔，我真的好喜欢他。哎，他怎么这个表情？我知道了，你还发着烧呢，先睡一会儿吧，别再说这些胡话了。坏了，我不会是真的烧糊涂了，把刚才心里那些表白全当着他的面喊出来了吧？乖，睡吧，我在。9千岁，我知错了，求您看在我跟知思是亲姐妹的份上，看在这一母同胞的情分上，饶我一命吧。求情？相府大小姐怕是找错人了。三皇子殿下昨日已向京城发了丧，说喜轿被劫。丧事，我还没死，他怎么敢发丧？他这是要杀人灭口！你本就是个该死之人，三皇子既想要相府的势力，又嫌弃你这副残花败柳的身子，死在乱刀下，对你、对林家、对他，都是最体面的结局。不对，我不是那个死掉的二小姐，我是林芷娇，我才是那个成了皇恩被指婚给您的相府长女。按理说，我才是您拜过堂有名分的正妻。9千岁，您弄错了，他是替家的贼，我才是您的妻子啊！你是谁？本官只知道，这榻上躺着的，受了刑，为本官几乎送掉半条命的女人，才是本官唯一的妻子。救救我，芷思，好妹妹，姐姐求你了，我愿意做你的丫鬟，这辈子我都跪在你脚边服侍你。当初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道歉。我给你磕头，求你让9千岁留我一条活路吧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大理寺和衙门还要来做什么？妹妹，如今我才算活明白了，那三皇子他哪里是人？那日陛下微服私访，下榻相府，我本以为是我的转机，谁料在席间，陛下凑近耳边提及此事，他已然知晓我追求三皇子的事，我苦苦恳请陛下宽恕，随后被请到屋内饮酒。待我神志清醒后，便得知陛下已然定下旨意，将我许配给9千岁。多可笑啊！什么高门贵女，什么相府嫡长，在皇室父子眼中，我不过是被随意安排摆布的人。陛下如何评价你，那是陛下的眼光。但我看人，从来靠的是亲自接触。那些别有用心的旁人如何诋毁评价，我一概不听。我的妻并没有像旁人说的那般不堪，她不争不抢，温和可爱，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清醒。我很爱她，只要是我有的，哪怕是这天底下最好的东西，我也要一并献给她。夫君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三皇子跟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，彼此相伴许久，他明明说他最爱的是我，既然无缘嫁入皇子府邸，谋求入宫立身又有什么错？我想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，想要往上谋求前程，这有什么错？来人，这人疯了，把他拖出去关禁闭。冉秋，去取50两碎银子。是。姐姐，念在这一母同胞的情分上，我最后叫你一声姐姐。这几块银子你拿着，一会儿我会让马车送你去京郊的庄子里，在那儿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没人会为难你。
你可以隐姓埋名过个安稳日子。双子，隐居，林之思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我姐妹一场，你现在是人上人的9000岁夫人，你就给这几块碎银子打发我去村里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？我凭什么要去遭那个罪？那你想怎样？回相府？你以为现在那个对外已经病逝的二小姐回得去吗？你别逼我，林之思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光脚都不怕穿鞋的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我待会儿就冲到宫门前，在那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宣扬，告诉全天下，相府的钱的女儿是如何替嫁的。我要告诉他们，你这个9000岁夫人是假的。到时候我要拉着整个林家，拉着你和9000岁一同承担后果。林芷娇，你真是蠢得出奇。你以为你还能走到宫门口？不等你走到宫门口，就会被人拦下。正因念在姐妹一场，我才留你生路，可你却偏偏要自寻麻烦。冉秋，带人上前。是。把他身上剩下的那些首饰、金簪、耳坠，全都取下来，给他一套最粗糙、最破烂的粗布农衣，1分钱都不要给他。林之思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让家丁将他送出府去，若他敢在门口停留滋事，便立刻驱离。夫君，今日的气色不错。对了，林芷娇有消息了，她被赶出去后，不识路，竟然误打误撞进了京郊那片废墟里的丐帮老巢。那一带的男人多是亡命之徒，她这一去，只怕是再难活着出来了。人各有命，当初我给过他庄子，是他自己选了死路。芷思，你觉得陛下如何？陛下勤贡爱人，惩治贪官，自然是个好皇帝。是啊，他是个极好的皇帝，运筹帷幄，平衡朝局，但他算不上是个好父亲。在他眼里，江山为重，儿子的荣辱常要为朝局让步，皇子间的争斗，在他看来也只是平衡朝局的手段。夫君方才说，陛下虽然是个好皇帝，却不是个好父亲，此话怎讲？你久在闺中，大约只听说3皇子礼贤下士，7皇子沉稳干战，可你不知，陛下心中早已有了一把秤。这太子的人选，从来就不是那位声望极高的3皇子，是因为7皇子。3皇子的母亲是皇后，背后站着的是势力盘根错节的王氏一族，外戚太强，在陛下眼里，3皇子不仅是儿子，更是个随时可能借着母家势力弑君篡位的风险。而7皇子母妃出身卑微，她只能依靠陛下的恩宠。这样的人坐上那个位置，才最稳当。所以，3皇子当初求娶相府2小姐，其实是看中了林家在文臣中的力量，他想给自己家最后一块筹码。不错，可陛下更高明，他知道3皇子的野心，所以反手将你指给了我。陛下知道我与7皇子走得近，他这是在告诉满朝文武，他的心在哪边。皇帝以皇权为重，所有的亲情、爱情，甚至是你们相府的女儿，在他眼里不过是平衡权力的点缀。这2个皇子斗得越狠，陛下手里的龙椅才坐得越稳。陛下曾对本官说过，皇子相争跟斗鸡无异。皇下，你看这些小崽子撕咬得越惨，朕心里就越觉得有趣，我爱看。视亲生骨肉如斗鸡，这就是95至尊的真心吗？罢了，这种脏了耳朵的皇家事，咱们不谈也罢。芷思，你跟我这么久了，满京城的人都叫我玉泉，都在传本官如何狠厉，你就从没好奇过本官的身世吗？好奇过，是真的。毕竟全天下的人都在编排夫君的过去，但我又觉得那一定是极痛的往事。夫君想说的时候，自然会说。今日我便告诉你，我是汪镇将军的独子。汪镇将军是那个曾镇守北疆，却因叛国家族尽数获罪的镇国大将军。叛国？这大兴王朝谁都可能叛国，唯独我父亲不会。等我立了战功回来，便向你家提亲。这对青梅竹马，在10几岁时就被皇权这把刀生生劈断。少女成了荣贵妃，在深宫中苦苦挣扎。父亲则心灰意冷，自请去镇守荒凉的南疆，
立誓终身不回京。所以，这竟然是一桩陈年旧情。若只是旧情也就罢了，可错就错在荣贵妃生下了七皇子，而她想要更多。七皇子要夺嫡，要成为这江山的主人，而荣贵妃为了儿子，是要扫清一切阻碍。她怕万一哪天她与父亲那段旧情被皇帝知晓，会成了七皇子身上抹不去的污点。活人保守秘密太难，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闭嘴。他和大将军那段过去，就是压在他心头的死穴，所以他动了杀心。他买通了父亲最亲信的副将，在那封寄往京城的信里动了手脚，不仅诬陷父亲与邻国君主勾结，甚至还捏造了一份分割国土的盟书。如此拙劣的陷害，陛下竟然信了！陛下之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陛下生性多疑，他宁可错杀百人，也绝不肯漏杀一个。汪家功高盖主，本就是陛下的眼中钉。荣贵妃递过来的这份叛国证据，其实是递到了陛下的心坎上。陛下甚至没有派人去查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他要的是汪家的兵权，要的是那份绝对的掌控感。所以，那一夜，汪家才遭此横祸。那一夜，天还没亮，荣贵妃买通的副将在那金銮殿上跪在地上替死交加的告明，父亲连盔甲都没来得及卸，就被一道急旨召入大殿。陛下，微臣赤诚报国20余载，从未有过二心，此乃诬告。可这位帝王，他为了彰显所谓的仁德，偏偏留下了我的命。他把我关进那暗无天日的禁室府，我从汪镇的独子，沦为帝王身边最卑贱的近身内侍，任人轻浅，任人拿捏。至此，我对这些肮脏的权力斗争毫无兴趣。我讨厌这宫廷里的每一寸地砖，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有爬上去，只有用了至高无上的冤力，我才会活下来。夫君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知我是如何知道真相的吗？3年前的除夕夜，荣贵妃在寿安宫醉了酒。永和啊，你一定要争气，娘为了你这前途，亲手将昔日旧人推入绝境。只要汪家那个老不死的不在，谁还知道娘的过去？那副将好收买得很，一封假信，借帝王之手除去隐。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一句，都像是钢针扎在我的骨髓里。我自知凭我一己之力难以清算所有恩怨，所以我等，我做局，我利用帝王的疑心，利用这些皇子的贪婪，我要在最合适的时候让所有人承担后果。快了之死，荣家大事即将落幕，3皇子的气数也尽了，一切都快结束了。哈哈哈，9000岁终于来了，这些时日不见，本皇子当真是想你想得紧啊。是有些日子未见了。七皇子殿下这阵子神采奕奕，想必是近来运势极佳。9000岁，一切都按您之前说的准备妥当了，本皇子心里清楚，若没您的筹谋，我哪有今日？好，殿下只需记住，今日这林子里的猎物只能有一个主人。今后温和，称兄道弟。王想，你到底在这万丈深渊里忍了多久，才能对着仇人之子笑得如此真心实意？不但猎犬，不但侍卫，今日朕要跟这2个小崽子比试比试，看看谁才是这大清朝真正的狼王。好戏就要开场了，知思不必紧张。为夫特意托人去书宝斋给你备了点心，尝尝。我记得你说过你爱吃海味，这银虾酥是用虾梅调了冰糖，最是鲜甜。夫君，你不出去了吗？我在这儿陪你，乖，张嘴，尝尝这蜜瓜酪，最是解暑气。来人，护驾，有刺客！护驾！永和回来了，为什么我的皇儿没回来？是不是你们使了诡计？姐姐说话要讲证据，永和拼了命才把陛下救回来，他现在受了惊吓，一言不发，哪有力气害3皇子？陛下醒了。陛下有旨，七皇子永科心术不正，狠戾毒辣，借秋猎之机谋害手足，行刺父皇，罔顾人伦。今日起废为庶人，
流放宁国土，子孙3代无诏不得归京。贵妃容氏教子无方，勾结母亲私养死士，结党干预朝堂，立即褫夺封号，尽数贬出流放。皇上，冤枉啊！臣妾是听信了。皇上不要啊！臣妾知错了。陛下喜静，受不得这种喧哗。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，汪相带回了皇帝驾崩的消息，大仇报了，这京城的天也彻底变了。谁也想不到，在这场动荡的储位纷争中，原本籍籍无名的5岁13皇子，最终登临帝位。诸位爱卿，哀家德伯，幼弟尚小，先帝临终前曾托孤于9000岁，自今日起，由9000岁辅佐幼弟，协理朝堂诸事。这让内廷重臣辅佐幼弟，与礼制不符。嘘，切勿妄言，荣家旧事尚未平息。大总管救命！公公开恩！放肆！竟敢冲撞大总管驾前，还不退下！公公恕罪，公公恕罪！奴婢母亲宫外病危，好不容易攒下这包救命药，求公公恩准奴婢出角门送药，奴婢来世做牛做马报答公公。拿着，从西角门走，那里的老太监是我的人，眼泪救不了命，要和银子才能。今夜我未曾见过你，若欲巡逻侍卫，令牌可保你无碍。去吧。奴婢记下了，大总点救命之恩，希儿此生必当报答。诸位不必在意，那时候他已是权倾朝野的太监总管，对待下人却依旧和善可亲。哀家在那时便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报此恩情。诸位请听，要说这位亚父9000岁，那当真是敢爱敢恨、至情至性的奇人呐！原以为是个阎王，没成想是个活菩萨。他跟那位邻家小姐的故事，听着就叫人掉泪。父亲，阿香带你回家了。父亲，您可以安息了。当年在金銮铜钱谎话构陷的副将，半月前已然伏法。荣贵妃3皇子，那些曾向汪家泼脏水的人，如今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。娘亲，这是哪里？芷思，爹娘，芷思，终究是爹和你娘对不住你，当初逼你替嫁，是我们老糊涂了。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芷思，你说的轻巧，都过去了。可你姐姐呢？当初是你把她赶出去的，她现在在哪儿？你嫡亲的姐姐啊！娘求求你，你如今是汪相夫人，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她。你不知你爹有多担心。他去了京郊平民之地，已经去了很久了。娘，您方才问我怎么这么狠心，我也想问您，当初把我推进9000岁府，您可曾想过我也会疼？既然我想得开，那我就想开到底。他自己选的路，人各有命，娘这也是他的命。芷思，天色不早了，孩子还在等，咱们回家。好，咱们回家。